请我们去年的冠军，我们的狠人翟佳宁。好嘞，谢谢。好嘞，不要这样了，我们再选新的冠军，好不好？非常感谢，大家这么热烈欢迎我，哎。朋友们，你看，哎，我是不是也是这2年努力的在观众面前经常出现，才让大家相信我不是一个恶人的，对吧？朋友们，我这一轮就一直在反思这个问题。哎，我这个面相确实太粗糙，我很羡慕其他的一些单口演员，我就永远做不到他们那种能在舞台上让观众笑中带泪，展现出那种精致的破碎。为什么没人同情你这个面相的人？我就想，我现在就搁这讲那个，我也有抑郁症。到时候呢，弹幕评论肯定是，你看，我就说骂他有用，你知道吗？可给他骂抑郁了。破防了，再来2句。没人同情你这面相人，我就说我原生家庭也不幸福，我妈老打我。观众啊，他妈能打过他？他爸咋不打呢？我收到很多那种评论，都是说我这种人看起来面相就很无情，说这样的你这种人一看你就是没吃过苦，无法共情苦难，你这辈子是不是都没哭过？我现在已经麻了。我说是，我从来没哭过，我生下来那天都没哭，我出生第1天先剪的泪腺，后剪的脐带呀。从我妈肚里钻出来，我就抹着把脸，磨磨唧唧10个月，这给我憋着呀！真的，朋友们，我甚至收到过那种善意的私信，都夹杂着一丝戾气。他说：“翟叔叔，不要看那些不好的评价。”原话：“翟叔叔，不要看那些不好的评价。你这种直冲天灵盖的直男味儿真的很治愈我。看了你的表演之后，我学会了勇敢，我长大也要像你一样做一个爱骂人的小女孩。”我说：“你翟叔叔是小男孩啊。”朋友们，哎，我今天来就想挑战，说实话，我真的想努力改变一下，就是挑战这个播出的这个现在的状态，给我这种面相的人解释。啊，瞅大家这反应能看出来，这个挑战很不小啊。朋友们，说实话，说我这种面相人没经历过苦难，无法共情苦难，真的很冤枉。我作为一个东北90后，我负责任给各位讲，你知道我从小的挨多少打，受多少挫折，才能变现在这么善良吗？我小时候挨打那时候都没有共情这一说，我们小时候没有那个霸凌对象这个词儿啊。没有，谁管你叫霸凌对象？我小时候挨打没打过人家，他不叫你霸凌对象，管你叫完蛋玩啊！我小时候挨打了没打过人家，让我爸知道了，他为了教育好我，还得再打我一遍，一边打你一边教会你人生中第1段绕口令。下回他再打你，就像我这么打你，这么打他，听见没？这就是那个时代。现在很多人说自己是奥德赛时代。我从《水浒传》时代过来的，真的，《水浒传》时代看过《水浒传》的朋友应该知道，《水浒传》的流氓打人零强零弱，强的他也打，弱的他也打，打强的他有成就感，打弱的他有趣味性，你知道吧？他们打你会给你一个毫无逻辑但是百搭的理由，叫你挺美的，就你叫翟佳宁啊，你挺美的呗。毫无逻辑，就你学习好啊，你挺美的呗。有时候都前后都矛盾，你长这么磕碜，那你挺美的呗。一边打你还一边喊让你美，让你美。打完之后问你还美不？我从小就能共情潘金莲，我就知道美是一种罪过，朋友们。哎呦我的真的朋友们，长大之后看那广告我都害怕。那个面膜广告说你本来就很美啊，这就是我那时代经历的。
朋友们，我说实话，对于霸凌我真的有话语权。前2天我看了一个关于霸凌的帖子，一边同情一边又很伤心。他说：“你以为的霸凌是我刚才讲那种黄毛堵你墙角、踢你、管你要钱。”他说：“真实的霸凌是一堆面相和善的人，然后形成一个小团体，孤立你一人，完了嘲笑你。”我说句心里话，朋友们，虽然孤立人也不对哈，但我多么希望我小时候经历的是这些真实的霸凌。他孤立你一人，那不是放过我一马吗？我都没看懂啊！一群人形成一个团体，把你孤立起来嘲笑你，这不脱口秀吗？这不是？你们还笑？你们这帮霸凌的人啊！这就是我那个时代，没有人因为你挨打了同情你。但你会因为扛过挨打而有人夸你，我经常被夸，翟安妮你真厉害，被5个人踢自己就站起来了，就这么夸你。如果这也算夸奖，我也夸了很多一轮游选手，我说你真厉害，在台上2、5分钟自己就下去了。这就是那代人情商。而且你知道最讽刺的就是挨打这个人本身，他也不因为挨打而感到难受，他会经常也因为自己扛过去挨打很骄傲。我经常跟别人说，这也就打的是我，要你早被打死了。所以朋友们，这就是我那年代的问题，你知道吧？很多男性他就以为那个挨打了之后，挨过苦难之后跨过去了是用来吹嘘的。朋友们，所以我最后我挑战一把，我想说一句我心里话，我特别共情吴京老师，他是为数不多因为苦难挨骂的。我跳过楼，你跳过吗？这是苦难呐！我差点死过，你死过吗？没人共情他，大家对他的态度也出奇的一致，是吧？就你跳过楼，那你挺美的呗。我共情他，我们只是没学会这个时代的表达方式而已。咱不会半夜12点在小某书上发一个帖子，是吧？被坦克压过的，请来我这儿集合一下。没学会呀。哎，朋友们，说实话，非常感谢各位跟我笑到现在，真的，我一点不骗各位，真诚的说，这个段子这个主题应该是我讲了3年线上写过最难的一个段子。如果你们一下不笑，这段子就是纯直冲天灵盖直男味儿的演讲。谢谢各位，谢谢。我真的很开心，但也不敢太开心。因为开心过头了之后，播出来就有人骂你，就你叫翟亚宁啊，你挺美的呗。谢谢大家，谢谢。谢谢翟佳宁的表演。喜欢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谢谢。真挺难哈，忐忑，是怕什么？就是怕现在这个环境下很多人不接受这个话题嘛。我本来不是讲这篇的，我本来写了一篇 AI 的段子，然后就抽冷着有一天晚上睡不着觉，我说咱得讲这个呀。完了我就写出来了，然后头一回就是今天就比赛了，昨天那个词儿可能还没改的特别好，完了可能还赶了5、6场开放麦输一词儿，真的感谢各位接受这个话题，谢谢啊。我觉得你这个没有在说男性怎么样啊。我作为女性，我会有同样的感受。比如说，你说男性是必须是强大的，我不能哭，我经历什么东西我都要强装怎么样？那我们小时候对于女孩的教育，大多数是你要乖巧，就是我们都会有一个好像听到的一个声音是告诉你、灌输给你过的。对吧？所以就是男性有，女性也有，然后但是我们长大之后才知道我们自己应该长成什么样子。其实这个话题是我想准备，就是后续我搁线下专场里头讲。我其实内心是个邪恶的人，你挺美的呗，反正。对。我觉得你还是心太重了，他太担心这件，我觉得挺好的，是一个很好很完整的作品啊。被说多了他。哎，那你上次哭是啥时候？上次哭，我真记不得了。上次哭应该是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男篮跟美国男篮打成那样，我当时热泪盈眶。但我觉得你
挺性情的，因为上一期你是第一个晋级的嘛，然后我就总能看到你在那，就是只要有人演特好的时候，你真的就是发自内心的在欢呼。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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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后来我还刷到你发了一个说，我遇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一批观众什么的，你给大家跪一下。对，你是一个很性情、很容易感动的人，我觉得是。但有的时候我这个面相和性情了之后，可能让人误会吧。哎，真的，我有一个困扰，我还准备拿来当前提写，我不太敢夸别人，朋友们，我夸别人就像阴阳别人。那你要不要试验一下呢？你试试。就我给各位举个例子吧。哎那个有一次我跟那个一群人一起看演出，完了各自打车回家，完了那个有一个女生就问候我说到没到呢？我说已经那个从车上下来了，她就跟我开了个玩笑，她说哎呦那就好，我担心司机跟你合影，我就回她幽默，她就回我你在阴阳谁呢？真的，我就发自内心我说幽默。哎，这个事儿好像跟面相也没有关系，你们甚至在发微信，是头像的问题。我觉得你想多了。因为我看过你线上的，就是你吐槽别人吧，其实我还觉得吐槽的挺不一样的，就是你的吐槽，让人就觉得还，哎，一琢磨有道理。那肯定的呀，没有道理我就废了。包括挨打，就小时候是不是咱们都挨过打？那对，被家里被外面，对吧？这个但尤其男孩。说实话，客观来看，他应该是像小时候打人的那个。我也觉得是。你看这就是误会嘛！我青春期15岁的时候，我1.42米。哦，真的就16、17那2年才长起来。我小时候那个班级是订班服的，然后男生一套，女生一套，我穿女生那套。因为男生最小那号我穿都大，我发育非常非常晚，要经常被挨揍。但是你看，这就是风格，这现在他所有的一切造就了他的风格。刚才跟那个徐步器前面的感觉是涓涓流水啊，一个小溪流过去了，这面就感觉是一个碎石机往里边扔石头，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这我吧，我就曾经吧，我就他就是一个自己的这样的风格，但是就很过瘾。特别过瘾，而且我觉得刚才听起来就是特别有趣的是一个大老爷们儿用一个粗壮的方式自己自诉了一次委屈，你知道吗？敢站在这个角度上，我觉得也是一个勇气。谢谢。我是觉得啊，大宅这地儿特别让人钦佩点在哪儿？因为本身我们做喜剧啊，其实是要说一些个不能太大众的话，就是你的观点一定不能是大家都特别认同。你通过这5分钟8分钟，你让观众相信了，你让大家认可了这个观点，哪怕这个观点大家我听之前甚至觉得这可能是个谬论，它就不应该，它就不对。听完你了，我觉得哎还真有点道理。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去做的。我觉得你这还真挺厉害的。对。聊到这儿多说半句，好多朋友问，就是下意识的会想，哎，你为什么要讲这个话题？你为什么会说这套段子？哎，怎么说呢？有一个词儿就是论技不论心吧。我作为，因为本身我也是脱口秀演员，我就希望大家少问问演员你为什么要讲这个段子，大家多聊聊我讲的这个段子好还是不好就行了，是吧？反正我是这个感受啊。谢谢翟佳宁的表演。很少有我这面相的人站在舞台上啊，我感觉我在这个喜单这个舞台里该获得的也获得了，你要突破那怎么突破呀？如果还大家都讲一些就是绝对安全立场的那些主题，我感觉可能脱口秀这就感觉没意思嘛。我这人还挺叛逆的，当网上有一种声音多了之后，我就天然的我就想把它往回掰一掰。我也非常欣赏他的人格，我觉得他就是有一种四季豆型人格，就现在网上都在说这个油盐不进，不熟的时候还有毒。你看他那张脸，你会觉得我说句话他都不能搭理我，但是你不管说什么，他一定会给你回应的，这种有求必应的感觉。崽子那天上网一起去的嘛，请我们吃包子，太敞亮了，太敞亮了，翟哥，我爱上他。你就是我们大哥，翟。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就是说他的底色为什么？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要多写自己。我说为什么你播客圈粉？因为你播客里讲了很多自己的事儿，包括他去什么工地救狗呀，是狗掉化粪池他下去救，这都是这种事儿。反正他这人三观又特别正，然后又特别善良。然后就是面恶心善，说的话也毫不留情，有时候也挺难听，但是活儿呢又都干了，他还是第一个回来的。就是他的回来才造就了很多老演员回来嘛。其实他付出了很多。你要是幽默能逗人笑的，永远你会存在的，就这么简单。
期。